我认为房地产好就好在这里，好在哪里？好在它很慢了，超慢的，变成说你买了以后，那你就慢慢等嘛，你没啥事嘛，你就有时间继续去耕耘，去努力你的本业收入。等你的本业收入差不多了，就开发含金量高的副业。本业收入差不多的意思是你知道再投入努力，你也换不到更多的钱，甚至会耗用掉你太多的时间。有一个抉择就叫升主管，升主管之后你变对上也对下，很累啊，就看发生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那个职涯上的规划。那如果当你发现你要接下来提高你在本业上班的收入很困难的时候，比方说公务员你就是这样嘛，你就是只等嘛，你哪有什么其他的收入？那就开始着手开发含金量高的副业，你就去学技术，含金量高的副业。这样子去存钱，扩大自己的收入，含金量高的副业。房地产 vs 股票，从这次股市大崩中学到的教训。这次的股市大崩盘就是什么1081点啊，负的，那你有受到影响吗？虽然它又拉回去了嘛。先说结论，不要想买股票来赚房子的头期款。你还是要靠你的本业比较实在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为什么买房却无法入住，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为什么买房比买股票稳健。现在来讲这个是因为前几天股票不是大跌吗？新闻在这边，标题我念给你听，这天下杂志的台股2天大跌2700点，专家短期会反弹，但能接吗？哪来的专家？我们专家嘞，这次的大跌前所未见。那专家的说法是因为涨过头了，所以崩盘只是回归正常表现，什么日元升值什么没的，对啊，回归正常。然后你这个专家那个买在高点的人怎么办？那把房子压钱压出来买股票的人怎么办？你看连卖房救股的新闻也都出来了，这标题我念给你听，经济日报台股价崩了，投资人涌卖房救市抛售潮，房产专家这么看。又来一个专家，这专家到底是谁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极少数啦，至少我们在房地产市场我们就没看到谁在那边，而且他不是后面又拉上去了吗？那个房子那个中介好不容易还找不到中介签委托，然后又回来了就是这样。以现在房地产的交易速度来看，你要卖房补钱的前提是双方都没有要贷款，就是你房贷都缴清了，然后买方愿意用现金买，那这样双方直接找代书处理，这样最快，这样速度最快，不用过银行设定这个就速度非常的快啊。但是有这个实力的人就不多嘛，所以新闻看看就好。我觉得比较有可能发生的是，你去弄增贷，然后跟银行再压钱出来去补。所以你要知道，股票散户的钱会跑去哪里？我们现在来猜这些散户玩融资嘛，直接被抬出去的人，甚至期货这样。那这个就不要说了，就我们讲认赔杀出，然后他手上还有闲钱的人，他的钱会往哪里走？我跟你说大概率是变成这样第一，直接变存款，就不玩了，这种谁敢玩就不玩了在家里跪算盘这样。第二，转投资去贵金属，什么黄金啊，那大妈不是超爱买黄金然后第三个转去买债券什么风险性更低的商品就对了对，就不会拿来买房子就不会为什么？因为吓到了买卖房子这种千万级别的交易，以前都没在买的人，除非他自己这个人生出现一个抉择，什么小孩出生，然后怎样要结婚，否则他怎么可能会在这个时候跑来参与？更何况房市现在那么热，他想要参与的门槛也变得很高。这也是我不是那么推荐股房双刀流的原因了。当然啦，如果你艺高人胆大，你可以透过这个技法股房双刀流去获得更大的利益。但很多人是这样，一开始在那边股房双刀流的时候会有限制嘛，例如说你的占比就是房8股2这样。但是当你遇到之前的股市冲破2万点的时候，我不相信你还能够在那边坚持，你股票占比一定是不断去拉高的，甚至直接从房子里增贷就冲出去买股票，这是人性人性是不需要被挑战的，反正就是人性就是长这个样子不用考验你都知道答案
那甚至当你遇到这个股市大崩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很危险，很危险哦。注意哦，我不是说股房双刀流这个技法、这个流派不好，我说的是大部分最后的人都会走歪掉，人性嘛。最后你要知道，追求稳健就还是买房子，然后就不管房子了，也不看股票了。这是我们不看图哈。我就问你买房子的时候，有听过隔天房价直接崩20%的吗？不可能啊，对不对？事故是特例。那个特例就不要再拿出来讲啊，说什么租客跳下去，我跟你说这个是极低概率事件，那这个不到1%的事件，我外面那多少房东啊，好几万个，好几十万个，然后遇到事故几折，对，所以你不能因为这种风险你就绊住你的脚，然后你会怕这种风险表示什么？表示你房子不够多。如果你今天房子有个5间、6间、8间其中一边事故变就变咯，就运气不好，就是这样哦。好来，事故是特例啦，就不要拿出来讲。但是这种事情什么隔天房价崩5%，后天房价涨8%，这种事情就不会嘛。房地产就稳健嘛，它就不是这样子震荡的啦所以你长期来说，你买房子还是比较稳健的。那很多人推崇的买股票来赚头期款，这种操作我也是很敬佩真的是很敬佩。的确是有很多人靠这招赚到钱像我留言区一堆，我还以为买股票赚头期款这件事情大家都会出来哀哀叫，没有一堆人有赚到钱，但这些都是高手，要不然就是他运气很好。你要这样想，这些人都是幸存者幸存者。像我同学他就也是这样想他就赔掉也不敢讲嘛。我们吃饭问他也不太爱讲嘛，就是这样赔的人一定是更多了。好，那比如说这次的股市大崩我也看先猜，应该有很多人怎样直接赔掉头期款啦。就赔掉了啦也不用猜了啦，新闻就直接做出来了嘛。你看这个标题断头要赔500万，妈妈不舍，想借50万凹单喊不会跌。网友说感觉不妙了，菜篮族玩融资赔了500万，然后想要跟女儿再借50万来凹，不要借啊，对不对？拿不回来的啊。然后炒股买房的新闻也是有啊像这个去年炒股暴赚。他手刀买房，今年蒸发400万哭了，房贷付不出，因为股票很好，有赚到钱，他去买房很好啊，然后就继续买股票，买到现在连房贷都缴不出来，这种新闻太多了我还是要再声明一次，我不是反对买股票，而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很多人抱持的心态叫做炒股票来准备房子的头期款。但是事实上，大部分的人就算真的能够成功上车，也很可能因为继续炒股，让他的房子面临危险。那你在那边炒股买房，到底是在忙什么？讲完了。我们今天讲为什么买房比买股票稳健。那我先跟你分享了这次股市大崩的事件。那我也预测这些出场的散户钱不会进房市的，因为他们就是股票派的嘛，他们怎么会来房市？更有可能是他们就继续抱着，就算真的有买房救股的事情发生，也是零星事件，不会影响房市什么有没的讲这些，那明明就知道房地产是一个稳健的地方就不会像股市一样那边上下震荡，然后它还是心魔还是过不去而且房地产现在门槛超高的嘞，那买预售脑冲刷下去以后交不了屋补不了成数，那怎么办所以房地产门槛就是高，它的门槛高反而造就它的稳健，你不觉得吗？反而造就它的稳健，就很稳定啊。现在还有能力还有本事来买房子的人那个都有实力，就不会说发生一个什么震荡，然后大家们天台集合，然后1、2、3往下跳，就不会嘛。我不推荐股房双刀流的地方在于，这个我之前也讲过，在于你在买房之前，你股房双刀流，这个变动性就太大了。如果你买房之后，股房双刀流好，你爱做你就去做，甚至说这个是必经之路因为现在的政策规划之下，就是会变成你买了房子，你要持续在买房子，中间的还在存下一间房子头期款的空窗期，就必须要是股房双刀流。更多的是你买房之前，你在那边用股票想要赚头期款，赔到人超多的啦，血本无归的啦，然后导致你的买房又推迟了4年5年，然后到时候你要面对4年5年后的房价。房价是一回事，重大建设陆陆续续在落成，你要它房价，你要它怎么跌嘛？这样有比较好嘛？所以我还是建议你怎么样，好好存钱，提高本业收入。我再说一次提高本业收入，这个才是买房最快的途径。
慢慢来真的比较快哦，真的是这样。你都做房地产，你不用急啦。那你要急，你去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急啦，急到被人家抬出去哦。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哦。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好，这个欢迎加入哈，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哦，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啊，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好，那会员的问题哈，我也会认真回答啊，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资产高雄。好，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执行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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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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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啊，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吧，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哦，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讲八卦，你看我多中肯啊，对不对？我没有因为我是做房地产，我就一直说打压股票还是怎样，因为我知道啊，资产过亿以后，有价证券的占比一定是越来越高的，不是说房地产没有持续在进，而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啊，郭台铭，你觉得他身上房地产资产的占比会到他的总资产的80%吗？不会嘛，他绝大部分都是什么股票啊，本来就是这样，然后他的房子也好几亿啊，可能过10亿都有，部位也很大，可是你的有价证券占比就是会超级之高，就是这样。所以这是必经之路。你买房子的人，你还是会需要去摸那个股票。那我也不讲干话什么买房无敌，买股白痴，这就干话我自己思考后是认为，像我们这种中产阶级政府眼中的韭菜一切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本业收入规模上面。本业收入，像是上班族的薪水年薪300万大概就顶了啊，因为你缴税缴到年终奖金都拿去缴税。感觉很差那你做小生意又来一个什么创业5年生存率不到1%你做投资你本金没有1000万，你投资获利又怎样？你也不敢退休啊，你还是要继续上班，整个就很难扩增本业收入，持续投资才是正途我认为房地产好就好在这里，好在哪里？好在它很慢超慢的。变成说你买了以后，那你就慢慢等嘛，你没啥事嘛，你就有时间继续去耕耘去努力你的本业收入。等你的本业收入差不多了，就开发含金量高的副业。本业收入差不多的意思是你知道再投入努力，你也换不到更多的钱甚至会耗用掉你太多的时间。有一个抉择就叫升主管升主管之后，你变对上也对下，很累啊，就看发生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那个职涯上的规划那如果当你发现你要接下来提高你在本业上班的收入很困难的时候，比方说公务员你就是这样嘛，你就是只等嘛，你哪有什么其他的收入？那就开始着手开发含金量高的副业你就去学技术，含金量高的副业，这样子去存钱扩大自己的收入。含金量高的副业，比方说什么？比方说帮人写程式接案子这种的就是去学就对了。我知道有些女孩子她自己练习出兴趣以后，她就去当人家的那个瑜伽老师的家教，然后一次找好场地之后，什么3个、5个、8个，然后每个人付他钱这样也可以含金量高的副业，持续扩大自己的收入，这个才是王道。什么房地产、什么股票，在我看来都是加速器的效果而已你本业收入低，加速了以后就还是很低嘛。我比方说你有50万拿去买股票，好，就给你在1个礼拜之内赚1倍，变成100万，你敢全部把这个1万再 all in 回去吗？你不是1个礼拜可以赚1倍那我来帮你算1个礼拜1倍，你50万进去100万出来，你100万进去200万出来，200万进去400万出来，400万进去800万出来，800万进去1600万出来，你可以买房子了？屁，谁敢这样凹？对，所以你本业收入低就还是低你本业收入高到比方说你1年需要处分的现金就500万，此时才是正式进入这个投资自产的快车道，财富累积的快车道。
我自己也是正在往这个方向上努力啊。你不要看我这样，什么我没有很有钱哦，我的收入也不怎么样，那就是对房地产有一些功课，然后就分享出来，然后拍拍影片，只是这样子而已。哦，我自己还在这个本业收入的方向上努力，一起加油吧，一起嗨！